俄乌冲突下，中方要劝和，美国急的是说出了心里话，除了破坏中俄会晤，它还有一个目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中诚 Talk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科比在近日接受采访时声称，关于俄乌停火的呼吁是不可接受的。消息显示科比说出这句话的背景是中方领导人乘专机前往俄罗斯，与俄罗斯举行首脑会晤。而综合当前的国际形势此次中俄会晤必然绕不开乌克兰问题。在早之前，中方便亮明了坚持劝和促谈的和平主张。为此呢，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中方还特别发表文件阐述了立场。基于此呢，这次中方赴俄，中方发言人也明确表示是为了和平去的。但是现在美方却公然宣称不支持中方可能提出的俄乌停火建议，给出的理由是这只会让俄罗斯受益，而对乌克兰反而不利。值得一提近来中方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，该文件中包括停火止战、启动和谈等多个方面的内容。对此呢，美方却仍然对中方的态度持有怀疑。那么他到底是真的怀疑，还是想借此掩盖什么呢？分析看来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对于乌克兰危机，在这之前，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了劝和促谈的立场。对于中方的态度，美国早不质疑，晚不质疑，偏偏在中方前往俄罗斯举行首脑会晤时发出质疑，这其中必有古怪。原因之一，很可能就是美国想要将乌克兰问题当成中俄关系之间的阻碍，破坏中俄走近。俄乌冲突之下，美国已经不止一次污蔑炒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这一话题了。与其说是借此针对中国，倒不如说是在用这种方式让他自己安心，避免中国真的向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。线下中俄会晤，上述我们说过必然绕不开乌克兰问题，所以美国自然也担心会晤期间中俄会达成什么共识，因此什么不支持中方可能提出的俄乌停火建议，说白了，这番说辞完全就是为了破坏中俄会晤。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担心在中方的斡旋之下，局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前不久伊朗和沙特的和解成了中国主张最有效的直接证明之一。有这样一个先例，即便中方的调解不能马上让俄乌之间停火，但绝对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局势要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，那美国还怎么利用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的实力，甚至是击败俄罗斯呢？如此一来，美方也就急得跳脚了，声称关于俄乌停火的呼吁是不可接受的。然而科比怎么也都没想到，他自己这番等于直接把美国政府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。什么不支持中方的停火建议，究其原因，根本就是美国不想让俄乌之间的战争停下来。美方的这番表态完全暴露了他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没有任何意愿，还反过来故意曲解和污蔑中方一贯的劝和促谈的立场，这到底是可笑的。怕是美国拱火的招数已用尽了，一不小心直接开口说不允许俄乌冲突停下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